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特别简单普通的汤，味道鲜香，营养丰富，操作简单，便于上手，厨房小白也能学得会。简单的汤却有大学问，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紫菜1片，鸡蛋2个，虾皮1小把，然后我们把紫菜稍微撕一下，放在凉水中稍作浸泡备用。天这么冷，为啥一定要用凉水呢？答：用凉水浸泡更能锁住紫菜本身的营养和香气。我们再把鸡蛋打入碗中搅散备用，虾皮中加入温水稍作浸泡，并清洗干净，然后把其倒入细漏并挤干水分备用。然后我们把锅烧热，锅烧热后加入少许猪油，这里注意猪油用量一定要少，否则盛汤口感会腻。待猪油将要化开的瞬间，下入姜丝、葱白段，然后下入虾皮，稀里糊涂炒一下。大约10秒钟后，我们可以闻到虾皮的浓郁鲜香扑鼻而来。此时向锅中加入适量清水，待锅中水开时，加入盐1勺调味，这里注意盐的用量一定要少，因为虾皮是咸的。我们再向锅中加入经过浸泡的紫菜，开大火咕嘟一下，我们可以看到锅内汤的颜色会很快变得比较浓白，然后把炉内火调小，保持锅内汤处于微沸状态，从锅的上方转圈淋入蛋液，用勺子轻推一下锅底，避免蛋液沉底。此时我们可以看到大片的蛋花已经出现了。再次把锅烧开后，立马关火，准备汤碗1个，向碗中加入香菜或葱花点缀，滴入少许芝麻油，把汤倒入碗中即可。搞定！一日三餐记得按时吃饭。总结：1. 有些酒店在做这类汤时，喜欢把紫菜撕开后直接放入碗中，用调好味道的热汤直接冲泡后，端给食客食用。用这种方法制作出的紫菜，口感更脆嫩鲜香，颜色也很棒。但是从养生角度来考虑，此法并不可取，因为紫菜通常分为即食和非即食型2种，而这种做汤的紫菜通常为非即食型的，必须经过浸泡和高温烹饪后才吃的健康。2. 虾皮经过浸泡后会吸水变潮，这样在炒制时就不会糊掉。而这道菜的关键点就是用高油温烹出虾皮的鲜香，然后把这种鲜香融入汤中。3. 下蛋液时保持微沸状态，才不会把蛋花顶散。转圈下入可以让蛋液更快凝固的同时，还可以避免蛋液在一个地方聚集而缠入锅底。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，喜欢的可以点击关注、转发、评论，因为这对于新手期的我真的挺重要。白嫖党能否给个1键3连呢？你想多了吧，既然白嫖还给你3连，我保证看完视频不踩你一脚，行吗？好吧，那谢谢你了。